最早的厕所非常简陋，就是在地上深挖一个土坑，人就站在土坑上面方便。这种极简版厕所存在相当大的安全隐患，因为土坑较深，而厕所周边污水横流，容易打滑，所以人在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就有可能会掉进坑里。春秋时期，晋国的国君晋景公就是在如厕时掉入茅坑，不幸溺毙。这种死法被记载在史书，可以说是真的遗臭万年了。除了固定的厕所以外，人们还发明了便捷式，专用于室内小便的夜壶，美其名曰壶子。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，将后蜀皇宫里的器物全运回汴京，发现其中有一个镶满玛瑙翡翠的盆子，精致可爱，于是拿在手中把玩，爱不释手，差点儿用来盛酒喝。在召见孟昶宠妃花蕊夫人的时候，花蕊夫人看到那个精巧的盆不觉脸红，忙解释说：“那是先王的尿盆啊。”赵匡胤瞬间社死现场，只能表现得又气又惊讶，说使用这种尿盆哪有不亡国的道理，说完就把他给击碎了。堂堂春秋一代雄主和宋朝开国皇帝，看来是八字和厕所不合，都因为厕所社死，可以说是丢人都到家了。说到厕所，你们知道古人在没有卫生纸的情况下是如何清理卫生的呢？先秦时期，人们对擦屁股没什么讲究，基本上是就地取材，比如树叶、木棍、瓦片，甚至于土块。因为那个时代的厕所基本上就是地上挖个坑解决，因此自然是目之所及，抓到啥用啥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百姓对于日常生活起居逐渐规范化，大家上厕所也不再是随手抓。当时已经出现专门用来擦屁股的工具，其名称叫做厕筹。最早的记载来自唐朝世道氏的《法院竹林》，内中讲述三国时吴国皇帝孙浩偶得一尊金像，他不但不加礼遇，反而将它置于厕所，用于看管丢弃的厕筹。厕筹其实就是加工过后的木片或者竹片，放在厕所里用来刮粑粑的，用完以后清洗干净再放回去，供下次如厕的人使用。其质地比较光滑，不易刮伤皮肤，而且长度大小适中，方便擦屁股。它也可以叫做搅屎棍或干屎橛，意为擦拭用的橛子。拉完屎用橛子一擦，然后把橛子头洗一下，下次再用。有人说那时候不是已经发明纸了吗？没错，但当时的纸可不是用来擦屁股的。古人对文字和纸张是很尊敬的，而且纸张在古代产量也不是那么高，用纸张不可行，而用木棍儿则相对简单方便。而到了元代，因为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并没有敬惜字纸的文化，所以对于使用纸擦屁股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。上行下效，随着蒙古人的推广，用纸擦屁股的习惯逐渐流行开来。除了古代中国，其他地区的古代人也想出各种擦屁股的工具。古代法国人用粗麻绳，就是从厕所的屋顶垂下一根粗麻绳，当人在拉完臭臭以后，就把粗麻绳拽过来，然后从自己的两腿中间穿过，用手来回拉拽，从而达到一个擦屁股的效果。罗马帝国时期，公厕系统已比较完备，他们使用搅屎棍来清理卫生，也就是一只棍子绑着海绵并浸泡在盐水中，当有人方便后就将棍子取出，用头部的海绵擦屁屁。和中国的厕筹也就是干屎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棍子是公用的，以上的方式都是使用公用工具来擦屁股，对于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不忍直视。而古代希腊人是用鹅卵石，它们大多很轻薄，边缘很光滑，质感非常接近大理石。古希腊人还有一句著名的谚语：擦菊花3颗石头就够了。
而古代印度则是用手，而且这个习惯至今保留，他们是用手接水擦洗屁股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有什么想讨论的欢迎留言下来，最后别忘记点赞和关注。